他打第一通电话进去的时候呢，跟消防队讲说，我这里是文化大学。结果呢，勤务中心的人跟他讲，文化大学发生火灾，我们已经知道了，把他电话挂掉。哦，他没讲到重点。那他第3通再打进去的时候，这时他才讲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我们上次跟大家聊到了，如果遇到火警的时候，要打119报案，有哪一些基本的概念？我想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2个火警案例啊。那从这2个故事当中，我们去了解说，像我在受困火场的情况之下，报案有哪一些要注意的要领？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发生在台北市文化大学的火警。那场火警其实有2个女同学，她们最后呢是被消防队救出来，而且救出来的时候其实伤势非常的严重。当时呢有1个人是已经 OK 卡，那好在是这2个人最后都被救了。那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就说，她其实是第一发现者，然后呢她跟她的同学跑到楼梯间想要往楼下的时候，发现呢来不及，于是乎他们这个时候就开始打119。结果他们呢最后是在6楼的男生厕所被消防队发现。他们当时想要打119，结果呢打到了第3通电话才跟消防队的勤务中心通上话。为什么？他打第1通电话进去的时候呢，跟消防队讲说，我这里是文化大学。结果呢，勤务中心的人跟他讲，文化大学发生火灾，我们已经知道了，把他电话挂掉。哦，他没讲到重点。那他第3通再打进去的时候，这时他才讲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我是在文化大学里面受困的人。其实像当时那一场火警，他火势是已经大到我人站在外面的马路都可以看到文化大学那栋建筑物在烈焰冲天，所以当时其实有很多好心的路人在旁边狂打电话，1分钟之内可能接个超过上百通电话都是很有可能。短时间内会有很多无效资讯的报案电话打进来。因为大家都想要帮的忙。是，我其实很肯定大家热心。你说我每通电话都确认过滤，好，那其实这个来来回回可能也是要30秒左右，你其实浪费下来的时间也是很多。好，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没有谁对谁错，那些民众也都是热心，他们也没有错。只是这个情况之下，你说要消防队一一做确认，实务上真的办不太到。他还要跟现场我们救灾人员用无线电联系，所以我觉得呢，第一个，我如果今天真的是深陷在火场当中，打电话之后第一句话，请你就先说我是在火场中受困的人。那第2个事情就是我打119，我跟消防队的人讲，我在学校什么什么建筑物的6楼，我在这个厕所里面。你觉得消防队会知道厕所在哪？不知道，因为他们也不是念文化大学的。对啊，而且消防队可能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你跟我讲厕所在哪，我真的不晓得。好，那你说我今天大白天我不赶时间，我慢慢找没问题，但现在不是啊。好，就像我其实遇过一个情况，就是呢，我跟一个场所我们在沟通，他们就讲说，我们报案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消防队在几号门跟我们碰面，因为呢，我们那个门上面都会写几号几号。No， 我说不是这样子的，是假设我今天消防队开车到了现场，我看到了一个4号门。那请问一下，我要左转才是3号门，还是右转才是3号门？今天我开着车，我到这边，我又不晓得它的相对位置。那像学校这种，那你要怎么讲那个厕所在哪？当时119的人是问了他一件事情：你们进到厕所之前，到底经过什么东西，看到什么东西？他说：我们进到厕所之前，我们看到厕所门的对面有一台自动贩卖机，然后厕所门旁边有一台饮水机。这个就是关键讯息。在现场救灾的人知道这个讯息之后，他们在搜索时就会去注意走廊哪里有自动贩卖机。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大地标，让他们能够很迅速的找到它。所以他们真的是自己救了自己。没错，但是请不要本末倒置。你的第一个要点是你要找安全的地方躲，而不是去找一个有明显的地方躲。你不要因为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有明显地标，所以呢我就去躲这个房间，可是这个房间是不安全的，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根本等不到消防队来。但是如果场所在消防队到达的时候就马上提供了
现场的平面图，你跟我讲说是男生厕所，我对着平面图，我其实就可以知道你在哪个位置。这个是场所他们必须要去负的责任。很多场所在做消防的演练啊，在写防灾计划啊，那其实我觉得真正要计划就是像这类的东西。讲到这边呢，我想要来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讲位置之前，我们受困在几楼呢？举个例子，像钱柜 KTV， 他们说他们受困在717号包厢，大家认为他会是在几楼？就是7楼。可是实际上呢，现场的楼层来看，他们是在6楼。哦，因为台湾的习俗没有4楼。没错，你要留意一下，你那里到底有没有4楼？那这要怎么讲？你就说我是在6楼的717号包厢。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讲的，在 KTV 那场火警当中，不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是刚好有朋友在现场。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么多的这些资讯，我们要把这些资讯跟谁说？他说他们觉得反正都要转一手，那不如我直接打给我在楼下的朋友，让楼下的朋友直接现场跟救灾人员讲，这样不会去占线119。我还是建议他这时候打119比较好。就这么大一场火警，现场一定来很多消防队，你要找哪一个消防员跟他讲这件事情？我们会很理所当然想说，我要跟指挥官讲。可是50-60个人，你知道谁是指挥官吗？你的朋友如果没有相关的背景，有没有能力去问出重要关键的资讯？就算你现场刚好有你的朋友，那也请你把讯息打给119，让119的人跟现场指挥官联系。我们跟大家快速复习一下今天讲的。第一个，打电话去的时候，第一件事先说我是受困在里面的人。第二件事情，尽可能去记得你躲避的房间周围有什么明显地标啊，以及第三个呢，留意一下它的楼层编号，以及第四个，就算你刚好有朋友在现场，也请把你的资讯统一跟119的勤务中心人员汇报。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平常在进入一个场所的时候，你会观察的重点是什么呢？欢迎底下讨论。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我以前在跑救护的时候呢，我就很不会推测年龄，我永远都会把人家给推老。但是那一场火警呢，因为他的状况是救出来的这个女婿其实已经有点面目全非，那种被烟熏的很严重那种情况，那又昏迷，身上又没有证件，所以当时在救护记录表，消防队推测你的年龄是45岁。我发现你们很爱猜45岁。我是人家清醒的跟我可以对话的，我还可以给他判错。但是他们那种情况是，他其实在火场中被烟熏得很黑，其实那种情况下会误判，我认为是情有可原。